在娱乐圈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最引人遐想的，往往不是高调官宣，而是那种什么都没说，却好像说了很多的状态。赵露思与吴磊正是这样一对让人越看越觉得不简单的存在。官方从未正面回应，两人也始终保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，既不刻意避嫌，也从不主动炒作。可正因为如此，网友反而更加疯狂地去捕捉每一个细节、眼神、动作、同框频率，甚至是彼此提及对方时语气里的微妙变化。这不是普通的合作关系，更像是一种被刻意收敛的情感线索。回到两人最初的合作阶段，一切似乎都显得顺理成章。一个是甜系人气女演员，一个是国民级成长型男演员，组合本就自带话题。但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他们在镜头内外那种微妙的互动，不是刻意撒糖，而是一种自然流露的默契。你说一句，我能接住；你一个眼神，我能读懂。这种状态很难通过剧本刻意设计，更像是两个人在相处中逐渐形成的专属频道。网友之所以疯狂，是因为细节太多，多到让人无法忽视。有人整理了他们采访中的互动片段，发现吴磊在提到赵露思时，总会下意识地放慢语速，甚至语气变得柔和，而赵露思在面对吴磊时，则常常表现出一种少见的收敛，不再是那个完全放飞自我的活泼女孩。还有人注意到，两人在公开场合的站位总是微妙的靠近，却又保持礼貌距离，这种刚刚好的距离感，比任何亲密动作都更耐人寻味。如果说语言可以掩饰，那么眼神几乎无法伪装。无数网友反复观看他们同框的视频，只为捕捉那一瞬间的对视。那种眼神并不是普通同事之间的礼貌，而是一种带着情绪的停留。不是炽烈到无法掩盖的爱意，但也绝不是完全无感的冷淡，更像是有点东西，但还没说破。这种未完成的情绪，反而最让人上瘾。娱乐圈有一种现象，越是被官方刻意降温的关系，越容易引发反弹式的关注。赵露思与吴磊就是典型案例，没有 CP 营销，没有刻意合体营业，甚至在很多重要节点都选择避开同框。但正因为这种克制，网友反而更加坚信，如果只是普通关系，何必如此小心？这种欲盖弥彰的感觉，让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在这段关系中，粉丝的态度也呈现出明显的分裂。一部分人坚持理智，认为一切只是合作带来的化学反应，不必过度解读，而另一部分人则深陷细节分析，甚至建立起完整的时间线和情感逻辑。但有趣的是，即便是最理智的一群人，也很难完全否认，他们之间确实有种不一样的感觉。如果把两人的发展轨迹放在一起看，会发现一些有趣的重合点。他们都经历了从被质疑到被认可的过程，都在不断突破自我标签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恰好在某个阶段相遇，并产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。这种相遇不只是工作上的合作，更像是两个成长中的个体在某个节点上的短暂交汇。在所有关于赵露思与吴磊的讨论中，有一个关键词反复被提及：克制。这种克制不只是简单的保持距离，更像是一种有意识的情绪管理，一种在公众视线下对关系边界的精准拿捏。很多人会误以为真正的情感一定是外放的、热烈的、无法隐藏的。但在现实中，尤其是在高曝光的娱乐行业，越是复杂、越是重要的情绪，反而越需要被压住。因为一旦表达，就意味着失控，也意味着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。仔细观察两人的互动，会发现一种很微妙的节奏感，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互动，而是在刚好要越界的那一刻，及时收住。一个眼神停留了1秒，却在第2秒迅速移开；一个笑容明显带着情绪，却很快被职业性的表情所替代。这种到点即止的状态，恰恰说明背后有更复杂的心理活动。这种克制其实是一种双向的默契，不是一个人在退，而是2个人都在控制。这意味着他们对彼此的存在是有感知的，甚至是敏感的，
否则不会如此精准地把握分寸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克制本身就带有情绪张力，因为观众能够感受到有东西被压住了，而这种被压抑的部分，往往比已经表达出来的内容更有吸引力。它像一根被拉紧的弦，虽然没有发出声音，却让人忍不住去想象它一旦被释放会产生怎样的震动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人类对于未完成的事物有天然的执念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开放式结局比明确结局更令人难忘。同样的道理，当一段关系处于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的状态时，观众的情绪会被持续牵引。赵露思与吴磊之间的这种克制，让他们的每一次同框都像是一场未完成的对话。观众既看到了表面的平静，也隐约感知到水面之下的暗流。这种双层结构让人无法轻易抽离。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说出口，才让这段关系拥有了更长久的生命力。当现实中的信息无法满足观众的好奇心时，互联网就会自动启动另一套机制，二次创作。在赵露思与吴磊的案例中，这种现象尤为明显。从最初的剪辑视频，到后来的长篇分析贴，再到各种平行世界的情感设定，网友几乎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的叙事宇宙。在这个宇宙里，每一个眼神都有意义，每一句话都有隐藏信息，每一次同框都被赋予了情感节点。这种创作并不是凭空产生的，它建立在真实素材之上。但有趣的是，一旦进入二次创作阶段，重点就不再是真实发生了什么，而是可以被理解成什么。例如，一个普通的采访片段，在经过剪辑和配乐之后，可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绪走向。一个简单的互动，被放在特定的时间线中，就会被解读为前后呼应。这种叙事重构，让观众从被动接受信息，变成主动参与意义的建构。更深层的原因，其实是情感投射。观众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很难经历那种刚刚好却又差一点的关系，而这种未完成的情感恰好在他们身上找到了出口。于是人们开始通过创作，把自己的期待、遗憾甚至幻想投射到这段关系中。久而久之，这些内容形成了一种集体共识。即使每个人的解读不同，但整体情绪却趋于一致，他们之间一定不只是普通同事。这种共识一旦形成，就会反过来影响对新信息的解读。任何新的同框，任何新的互动，都会被自动纳入既有的叙事框架中，从而不断强化原有的情感判断。可以说，网友的二次创作已经不仅仅是在解读关系，而是在参与构建关系。这也是为什么，即便官方始终保持沉默，这段关系的热度却从未真正降温。因为它早已脱离了单一事实，变成了一个由无数人共同维护的情感空间。当讨论达到一定程度时，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。有人开始相信他们真的在一起了，也有人坚持只是观众的投射。但无论立场如何，都无法否认一点，这段关系已经超越了普通合作的范畴，它成为了一种集体情绪的载体。很多人执着于一个答案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但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段关系在观众心中激起的情绪、期待、猜测、共鸣，以及那种似有若无的心动感。有时候未被说破的故事反而更动人。无论未来他们是否再次合作，是否有更多同框，这段关系带来的讨论与热度都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它不仅仅是关于两个人，更是关于观众如何在细节中寻找情感，在沉默中构建故事。官方越低调，网友越疯狂，这句话在他们身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对赵露思和吴磊之间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观点。别忘了点赞、转发以及订阅频道，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亮光闪烁，